大家好，欢迎参加由比特币协会主办的 Bitcoin SV 系列线上研讨会。本系列研讨会将在每周三晚上8点至9点进行，主题是比特币签名技术，共有4节课程。我是来自比特币协会的技术推广专家周全。本节课的主题是使用比特币私钥对交易签名，将详细介绍如何使用私钥签名比特币交易，包括交易摘要的计算、什么是 DER 格式以及签名的序列化等内容，主要面向对比特币签名细节感兴趣的听众，也欢迎其他的开发者。大家在听讲座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技术问题，可以在评论区提出，助教老师会进行问题的收集。我在讲座结束后会进行统一解答。最后，希望各位保持课堂秩序，不要讨论非技术相关的话题，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有所收获。本节课是签名系列课程的第3节课，会详细介绍如何使用私钥对交易签名。有了前2堂课的基础，我们这节课就可以直接使用前2堂课实现的一些基本的算法来实现我们这堂课的要求。本节课将从4个方面介绍如何使用私钥对交易签名。第一部分会介绍 DER 格式是什么以及如何计算。第二部分呢，我们会展示一些脚手架代码，为了方便我们做这个大的实验，就是使用私钥来签名交易。为了实现这个需求，我们需要一些脚手架代码，就是一些功能代码，我们会事先把它实现出来独立出来。第3部分呢，就是会详细介绍这个交易摘要是什么东西，以及如何计算它。最后，同样呢是一个大的演示环节，我们会做2个实验来验证我们这节课讲的内容。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的内容。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讲了比特币的 UTXO 会被加密难题锁定，对吧？但是这个加密难题呢，如果不跟这个人的身份相关联，它会有一些问题我们这个在前面的课程中详细解释了。好，然后我们就引出了这个数字签名的概念。我们说会把公钥作为身份的标识放到这个 UTXO 的锁定脚本里，把这个在解锁脚本中提供正确的数字签名作为这个授权授权花费这笔 UTXO 的一种手段，对吧？然后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在这个UTXO 的锁定脚本里边放上这个收款人的公钥和 OP checksig 这样一个比特币操作码，在UTXO 的解锁脚本里边提供这个私钥对应的签名来解锁这个 UTXO。好，如果我们再往前走一步，我们说的这个在锁定脚本里边是公钥和 OP checksig 这样的格式，在解锁脚本里提供签名这样的格式，这样的一种交易，我们叫付款到公钥的交易，用 P2PK 来表示。同样的，它还有一个演进版本，就是P2PK 会在锁定这个 UTXO 的时候暴露出你公钥的内容，对吧？就是因为你是需要在锁定脚本里边去明确指定它是哪个公钥，对吧？然后P2PK hash 这样的一种我们可以理解为是 P2PK 的一个演进版，它会在锁定脚本里边用上这个公钥哈希。我们都知道哈希是一种单向运算，对吧？这样的话就可以隐藏这个公钥的内容。同样的P2PK hash 也是用到了 OP checksig 这样的一个操作，只不过它会比P2PK 稍微更复杂一点。然后现在比特币网络中几乎绝大多数的交易都是 P2PK hash 的这样的一种交易这个交易叫付款到公钥哈希，对吧？你这个锁定脚本里面写的是公钥的内容，我们管它叫付款到公钥。这个里边呢，它的锁定脚本里面写的是公钥哈希，然后我们管这一类交易叫付款到公钥哈希的交易。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只是付款到公钥的交易，那么你在解锁的时候就提供签名就好了，对吧？然后签名公钥，然后 checksig 就是直接验证这个签名。但是你要是付款到公钥哈希呢，那么你除了要验证这个签名之外，你还要验证你提供的这个公钥，你在解锁脚本里提供的这个公钥的内容，然后是跟这个公钥哈希是不是一样？就是它多了一步验证，就是除了要验证签名是否正确，它还要验证公钥和公钥哈希是否匹配它只是多了这样一步操作，它俩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我们说叫非对称签名的认证，对吧？好，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比特币交易的这个结构，那么我们前面几堂课讲的 EC、DSC 签名啦，怎么计算这些签名啦，都是
要放在这个我们叫解锁脚本里。如果你看这张图的话，左边从上至下就是一个交易它其中某一个输入的结构，对吧？我们管这叫一个交易的输入，这是整个交易，这个交易可以有 n 个这样的输入，它其中某一个交易的输入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第一，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个是一个text hash， 就是说这一笔交易的输入来自于之前哪一笔交易的输出，这是交易的 ID， 之前那笔交易的 ID，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你某一笔交易可以有多个输出嘛，这是一个序号，就是说它是之前那笔交易的第几个输出这是一个就是定位，到之前某一个交易的输出，这样交易链条好，这样然后要注意一下这个 index 这个序号是从0开始的就是第0个输出是从0开始数的。好，然后这是一个后面就是解锁，我们管它叫解锁脚本，对吧？开头是一个叫 variable int 这样一个字段，这个字段是一个叫可变长的字段，我们后面会说。这个字段标识了后边的解锁脚本的长度然后最后是一个 unsequence 字段，这是每一个交易输入的结构。那我们讲的这个 ECDSA 签名，它在什么位置呢？它其实就是在这个 script sig 这个字段里边在这个里边。然后我们可以再往下看一下，那这个ECDSA 签名它具体会演化成什么样子，放到这个 script sig 里边。我们现在来详细说一下。进入我们今天课程的第一个部分，就是 ECDSA 签名的序列化。好，我们在之前的第2节课的内容里边详细讲了 ECDSA 签名，它其实就是2个数字，对吧？2个比较大的整数，一个叫 R， 一个叫 S， 对吧？这2个整数我们怎么样能把它放到这个比特币交易的结构里去？那这个过程在计算机的这个术语里边叫序列化，对吧？因为你是2个整数，这叫结构化，或者是这叫数据结构，然后你要把它放到比特币的交易里，你要把它变成流式数据，所以我们管这个过程叫序列化。那这个怎么把这个 ECDSA 签名放到比特币交易里呢？这个序列化的过程，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然后它序列化之后的这个结构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 DER 格式这是一个标准的计算机格式。然后你要看相关的资料也可以看到。好，我们来详细讲一下，先将ECDSA 签名的2个数字 R 和 S 序列化成 DER 格式，再放到解锁脚本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大段。好，然后整数 R 和 S 都要按大端模式序列化成字节流这个我们马上说。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流的起始字节不小于0x80，0x80就是16乘868 48进4 128，对吧？如果流的第一个字节不小于大于等于128的时候，对128的时候，那么就要在它的前面添加一个0字节添加一个0字，这是要求。好，那我们画图看一下，什么叫 DER 格式呢？首先是一个DER 格式的标记头叫 0x30， 这是一个固定的这是一个固定的。然后是一个长度也一字节的长度，这个长度是哪个长度呢？是这个字节之后所有数据的长度，就是这段绿色和这段黄色的数据的它俩的长度之和，放在这个第2个字节的位置。好，然后第3个位置是一个整数标记0x02， 这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0x02。好，然后第4个字节这是一个长度，然后这个长度是什么呢？是后面这个 R 按大端模式序列化之后成字节流，这个字节流的长度比如说我们这个 R 的长度是33字节的话，换成16进制就是 0x21， 对吧？那这个位置就填 0x21， 这个长度表明的是后面这个 R 的字节流的长度。同样的，在后面是一个整数标记，是 0x02 固定值，表明后面跟的是一个整数。然后同样的也是一个长度标记，标记的是签名里边 S 的那个字节流的长度。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DER 格式的序列化后的结构，我们简单说一下。好，我们讲到了刚才讲 R 和 S 要按照大端模式来序列化，对吧？那什么叫大端模式？这是计算机里的一个常见的概念，我们简单的过一下，就是这个概念叫字节序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跟张三跟李四，他们说，张三说我会给你发一个2字节表示的整数2字节表示的整数，他先发出了 0x01， 对吧？这是一个字节，他后发出了一个 0x02， 那李四就要想了，那我怎么解释这个整数呢？对吧？因为我先收到 0x01， 后收到 0x02， 那我可以有2种解释方法，对吧？第一种就是我认为我先收到的这个 0x01 是高位的，这 0x02 是低位的，那李四就会认为他收到的这个整数，这个2字节的整数是0102，对吧？16进制0102，他换成10进制是258。
好，它同样还有另一种解释方法，就是我认为我先收到的数据是低字节的，那它可以解释为把这两个字节的整数解释为0201，对吧？因为你要想象什么叫字节流，字节流你可以想象成是一个水管，里边的水就是流动的字节，字节只能按整，就是你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嘛，对吧？你不能说我两个字节一块来，或者说半个字节一块来，你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这样流过来的，那你总会有一个先后的顺序。一个字节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字节序概念的，因为你只有一个字节，对吧？我直接拿出来解析就完了。但是你有两个字节的时候，那就有个顺序关系，谁在前谁在后，因为你传的时候，你肯定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那怎么解释它？怎么解释这个收到的这个整数的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先后关系，对吧？如果你张三跟李四他不约定，是说我先收到的是高位还是低位，那李四他就会很迷惑，因为他有两种解释方法，这个两字节的整数，那他们就会有就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对不对？所以我们管这个东西就是你们要约定先收到的是高位还是先收到就是这个是低位，这个过程我们或者说这个东西这个概念我们叫字节序的概念。那什么叫大端呢？大端模式会认为先收到的字节是高位字节，那就是说如果还是按照刚才这个例子哈，先收到0x01，后收到0x02，对吧？那如果是大端模式解析，那就认为0x01是高位字节，0x02是低位字节，那如果这个场景我们按大端模式来解读的话，那这个数字就应该是258。如果按小端模式来解释，小端模式认为先收到的字节是低位的，先收到0x01是低位的，对吧？在低位，那它按照这个小端模式来解析的话，那他认为他收到的字节的结果就是513，对吧？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有这个字节序的这样一个概念在里边，我们解释一下。好，然后为什么要解释这个？因为在比特币的系统中，你要注意，在比特币的系统中，除了解锁脚本和锁定脚本以外的所有的地方都使用的是小端模式编码。好，注意这个是跟我们因为大端模式是跟我们怎么说，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或跟我们常识里边概念很像的一个地方，就是先收到的在前面，后收到在后边。但是比特币中不是这样的哈，就是它在解锁脚本和锁定脚本之外使用的都是小端模式编码，就是你要倒一遍，把它按字节翻转一遍。这个我们在后边实验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是你要记住的一点。好，继续。我们在第二节课里面讲这个 EC、DIC 签名的时候，最后我们讲到了签名具有一定的对称性，对吧？什么叫对称性？就是我用 R 和 S 来验签，如果可以通过的话，那么我用 R 和负 S 模 N， 你要注意这个 N 是什么 ？N 是 SecP256K1 曲线的阶，也就是曲线上点的个数。好，如果 RS 可以验签通过的话，那 R 负 S 模 N 也是可以验签通过的。我们说这叫所谓的这个对称性哈，这个描述有很多种，我们这里管它叫对称性。好，然后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存在，比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哈？你可以设想一下，我在一笔交易里边，我带上这个 R 和 S 这样的签名，那我可以直接把这个签名替换一遍，对不对？我可以直接把这个 S 的这部分按照刚前面的那个 DER 格式解析的这个格式，把 S 这个数字解析出来，然后用负 S 模 N 给它替换进去，这不影响这个签名验证的结果，对吧？因为如果 RS 能验签通过，那 R 负 S 模 N 也能验签通过，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交易的 Tax ID。我们说交易的 Tax ID 是整个交易数据的哈希，因为你数据变了，所以你这个整个的哈希也会变，所以你 Tax ID 也会变。我们为了避免这种混乱的情况，我们说叫混乱的情况，或者说可能带来混乱的影响有两个 BIP 提案，一个是 BIP62，一个是 BIP66，会强制要求 DER 格式中的 S 要不大于 n 除2，然后是整除啊。你要记得，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SecP256K1 的 n 是一个基数。最后一个字节是16进制是41，是 0x41， 然后它整除2之后，就是我们说这个曲线的阶是什么？是椭圆曲上点的个数，同时还有一个无穷原点，对吧？你把这个无穷原点对我们来说，在我们计算过程中是用不上的。把我这个无穷原点给它移掉的话，那它这个曲线上点的个数就是什么？就是 0x40， 对吧？它可以被2整除。好，你要注意这一点，待会儿我们在代码中也可以看得到。好，这是一个 BIP 提案对这个交易结构的一个改进嘛？我们说就是它会强制要求DER 中的 S 不大于这个数。如果你大了的话，比如说你算出来的这个 S 如果大于这个n 除2的话，那你要把它改成负 S 模 N， 再序列化成 DER 格式放到比特币的交易里去。好，这是一点。我们这个提案也叫 Low S 提案哈。好，我们第二部分详细讲一下脚手架代码。然后，因为我们要实现这个比特币交易的签名嘛，我们相当于我们要
着手从头开始写一个怎么说创建比特币交易，然后序列化比特币交易，然后同时对比特币交易签名，然后并且把这个交易试着发出去，对吧？我们要实现这样一些复杂的功能，但其中我们会有很多怎么说常用的操作，或者说共用的一些基础操作，我们把这些操作呢都拿出来，然后我们管它叫脚手加代码，然后我们现在过一遍这些脚手加代码，这些代码都是比特币的基础的知识在其他的课程中或者在其他的文章中我们都会讲到，这里就不再细说了，我们只是简单的过一下。比如说有哪些基础方法呢？SHA-256这样一个哈希方法，这个你肯定是常用的，还有 Double SHA-256就是双哈希，也这在比特币中很常用，还有就是这个。在比特币里叫哈希160这个方法，其实是这两种哈希算法的结合。好，我们也给它单独独立出来。同样的，你还有base58check 这样的编码和解码这样的过程，也给它独立出来。好，还有一个叫int to variable int， 就是 variable int 是什么？是一个叫可变长整数它可以是1个字节或者9个字节，它是自解释的，就是你看到这个一个数据，你就知道这个variable int 它的长度是多少，然后你同时会知道它的这个表达的这个值是多少它会通过一个最高位的这个第一个字节的这个标记或者前几个字节这个标记来让你判断。这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这样一个基础方法，同时你同时会实现另一个，就是把一个整数尽可能的转成一个 bytes 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待会儿也说一下。好，这些基本的方法除外，我们还会实现，比如说怎么样从一个比特币的私钥计算出它的公钥，对吧？这就是第一节课讲的这个点乘法我们叫数乘法数乘运算，椭圆曲线上的数乘运算还有怎么通过一个public key， 通过一个公钥计算它的公钥的哈希，其实也就是对这个哈希160方法的调用怎么样通过一个 P2PK hash 的地址怎么样通过公钥计算它的 P2PK hash 的地址？怎么样通过一个地址计算它的反推它的这个锁定脚本？这都是一些很基本的概念，我们这里整体的罗列一下。同样的，我们除了这些基本的概念，还需要去对交易的结构做一些抽象的过程。比如说交易的输入和输出结构，这个是就是可以复用的。我们需要把这些输入和输出的结构也定义好，对吧？因为输入和输出也需要做序列化的操作。好，还有整个交易的结构是怎么样抽象的？我们看这张图。要做的就是因为你的交易结构是固定的，对吧？第一个是一个版本号，然后是一个整数标明有多少交易的输入，然后又是一个整数标明有多少交易的输出，然后是一个 unlock time 的这样一个字段，这不就是一个交易的结构吗？我们可以定义这样一个数据结构，然后它里边的每一个交易的输入，它又是一个独立的数据结构，对吧？同样的，对每一个交易的输出也都是一个独立的结构，我们都可以把这些东西抽象出来，来方便我们写代码。好，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脚手加代码，就是为了后边的这个大实验来服务的。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验代码。好，我们从最简单的往后看，第一个是我们在这个 crypto 这个文件里面我们独立出来然后比如说这个 SHA-256这个方法，然后它是怎么计算的？其实就是对一个Python 标准库的调用。Python 标准库里面有个叫 hashlib 这样一个函数库，然后我们直接传进来一个字节流，然后直接对它做SHA-256的操作就完事了。同样的 double SHA-256什么意思？就直接调用2次你这个方法就完了。同样的这个哈希160的这个操作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对这个方法的调用，先调用 SHA-256方法，得到的是 SHA-256这样的一个哈希，再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做这个160这样的一个哈希，这就是整个的结果。好，同样的这个 base58这个算法我们不细说了，在其他地方很多地方你都可以找到参考的资料。好，这是 base58的编码方法，然后这是 base58的解码这是 base58编码你注意，这是 base58 check 是2个方法，其实是它会有一个叫它其实里面用的是 base58 编码，就是现在这个函数，它还有一个这个 check， 就是 check 这个东西，就是叫什么校验和这个东西细节我们不说了，就其实是 base58 check 是对 base58 编码的封装，同时加入了校验和的概念回头你如果感兴趣，你可以找相关的资料。还有这个方法叫 int to bytes， 怎么把一个 int 的数尽可能的转化成字节流，这儿也写了，转一个 int 数去最小的转一个 int 数，把它转成需要的最小的字节。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如果是3，那我们1个字节就够了，对吧？如果是400，那我可能如果是128、256，如果是200，那我就需要如果是200，那我就需要2个字节了，对吧？1个字节只能表示到128嘛。
就这个意思。如果是200，那这个出来的就是2字节的一个 bytes 一个字节流；如果是2，那出来的就是一个字节的字节流。好，同样的，这是 base58 的解码啊，这是 base58 check 的解码。好，这是一些基础的脚手架的代码。好，我们看另一个方法叫 meta 这个文件里的方法怎么把一个 int 数转成 var int， 这个就是 var int 的这个格式，你任何资料都可以查得到，我们不细说了。就是如果这个你要转的这个 value 这个数字小于某一个值的时候，那就直接把这个数据转成一个一字节的。注意看啊，这是小端啊，注意看这是小端。我们开始在前面的说到了，比特币中除了解锁脚本和锁定脚本用的都是小端。然后如果它小于某一个数，就直接把这个 value 转成一字节的数，对吧？如果它大于这个数，小于这个数，那就是把它转成一个2字节的小端，同时要添加一个字节的前缀，叫 fd 这样一个前缀。同样的，它如果在这个档里边，它就要添加 fe 这个前缀，把这个 value 转成4字节的一个小端模式。然后如果更大的话，就要转成一个8字节的小端，同时添加 ff 这样一个前缀。这样的话，你在看到第一个字节的时候，如果它不是 fd fe ff， 那说明它是什么？说明它只有一个字节，直接拿出来按小端解析就好了，对吧？如果你看到第一个字节是 fd， 那你就把后边的2个字节拿出来小端解析。同理 fe 的话就是把4个字节 ff 就是8个字节，紧接后边的8个字节。好，讲完这个 var int， 我们讲一下这个 public key 的序列化。我们说什么叫 public key？public key 是公钥是椭圆曲线 3P256K1 上的一个点，对吧？点的话就是 x 坐标和 y 坐标嘛。那么我们怎么表达这个公钥？或者说我们怎么序列化这个公钥，对吧？我们在很早的时候，我们是直接用的叫不压缩格式，叫 uncompressed format， 它直接就是在 x 坐标和 y 坐标连在一块写，同时在第一个字节的地方添加0x04这样一个标记，那就是你的 x 坐标是32字节的，你的 y 坐标是32字节的，所以 uncompressed format 就是不压缩格式的公钥，序列化之后是32再32加1就是65字节。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个其实是不需要65字节才能表达一个公钥的。我们说椭圆曲线是对称的，对吧？只要知道椭圆曲线的点的 x 坐标和 y 坐标的基偶，我们就可以反推出这个点，那就可以省一点，对吧？省一点空间。如果y 坐标是一个偶数，那我们就直接在 x 坐标添加一个02。如果 y 坐标的值是一个奇数，那我们就直接在 x 轴前添加一个03，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省掉相当于省掉了小一半的空间，对吧？然后如果是压缩格式的公钥表示法，那我们就是直接 x 坐标32字节加上一个前缀02或者03，对吧？根据 y 坐标的基偶来，那这样的话就是33字节就可以表示一个公钥，相当于省了一半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比特币系统中基本上你已经看不到这个使用这个不压缩格式的公钥了啊，我们看的都是这个用的或者说常用的都是压缩格式的公钥，这是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方法抽象出来。同样的，你可以把这个 compress 的这个方法这个参数制成 false， 这样的话出来的就是65字节。当然，我们默认给的制成 true， 就是都使用这个压缩格式的公钥。好，然后怎么序列化？这个很简单，对吧？直接把这个公钥的 x 坐标、y 坐标拿出来。如果是压缩的话，就直接返回02，加上如果y 模2是 y 的值模2是0，表明它是一个偶数。就添加02 ，else 其他情况就是奇数，那就添加03，然后直接把 x 换成x 是一个整数嘛，是一个 int 数，把这 x 转成这个字节流，对吧？32字节大段啊，直接把 x 换掉。然后如果这个方法走不进来，这个语句走不进来，如果你不是 compressed， 就是你用的是不压缩格式，那你直接就在这个前面添加04，然后把 x 坐标换成字节流，把 y 坐标换成字节流，对吧？很简单的一个地方。好，下一个方法怎么计算 public hash， 就是进来一个 public key， 怎么转成 public key hash， 就我们开始说的那个哈希160方法。这个在 P2PK hash 的锁定脚本里面会用到，对吧？锁定脚本里面会用这个公钥哈希。进来了之后，我们直接调用这个上面实现的这个对 public key 序列化的方法。然后得到了这个 bytes， 就是公钥的 bytes， 对吧？然后直接对这段 bytes 做这个哈希160，这个方法我们刚才讲过了。好，怎么算这个 public key？ 怎么从这个公钥算地址？这个方法其实就是
什么叫 P2PK hash 的地址？你如果感兴趣，或者你不知道，你要去看相关的资料，我们这里不细说了。其实就是直接把公钥哈希算出来，公钥哈希算出来，添加一个前缀00，然后对整体做 base58 check 编码啊，就不说了，跟本节课内容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好，同样的，怎么通过一个地址去反推它的公钥哈希，对吧？地址其实就是怎么说？我们说地址是公钥哈希的可逆编码啊，你注意，所以我们从公钥哈希或者说我们从公钥是可以得到地址的，然后从地址是可以得到公钥哈希的。你注意这个过程哈，从公钥是可以得到公钥哈希的，从公钥哈希是无法得到公钥的，因为哈希是单向运算。从公钥哈希是可以得到地址的，从地址是可以得到公钥哈希的，因为地址和公钥哈希之间用的这个换算方法叫 base58 check， 这是一个可逆编码啊，注意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实现一个从地址反推公钥哈希的这样一个方法，对吧？其实就是上面方法的反过来啊，不再细说了。好，接着我们要实现一些跟交易有关的，比如说我给你一个公钥哈希。我怎么样去构造这个公钥哈希的锁定脚本？我们这儿有相当于是简写了。其实这个锁定脚本是 P2PK hash 的锁定脚本哈，副感到公钥哈希的锁定脚本，它的结构是固定的，对吧？我们在前面多次强调，得到这个公钥哈希，它的结构是这样的：duplicate 哈希160，然后这个注意，这个20是表明的是后面这段公钥哈希数据的长度啊，这个你不要忘了。然后是equal verify， 然后是 check sig， 这是一个固定结构。所有的 P2PK hash 的交易，它们的锁定脚本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你注意。然后怎么样把它序列化呢？就是直接把这个 script， 你这不是这其实就是这些都是事先定义好的操作码嘛。然后直接先算出它的长度，对吧？算出它的长度，然后直接把它转成一个可变长的整数，我们叫 variable int， 对吧？然后把后面这叫长度嘛，然后后面把这个真实的这个脚本数据给它放出来。好，接着是怎么序列化这样一个 ECDSA 签名，对吧？我们要把这个 R 和 S 序列化成DER 格式，你注意看啊，这是 DER 格式。然后这里会有一个注释讲到了这个 BIP 62和66，我们要强制是让 S 不超过一个值。进来拿到这个 R 和 S 这两个值，对吧？如果 S 大于了这个数字，那你 S 就要变成负 S， 摩 n 其实就是这个数，对吧？就是它的反，就是怎么说负 S 摩 n 嘛。好，然后R 直接把 R 换成一个32字节，注意看，它是把 R 换成一个32字节的整数，是按大段模式来的，按大段模式来的哈。然后如果 R 的第一个字节大于 0x80。就不小于嘛，大于等于 0x80， 那你需要在这个字节前面添加一个00啊，然后把这个序列化，把它序列化了，然后这个02是什么？这个02是我们说这其实是3段哈，这是 R 的字节流，对吧？这是 R 的字节流，然后这个是 R 的长度，这是 R 的长度，然后这个2就是 0x02，表明是一个整数，把这3段给它连起来。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同样对 S 来说也是一样的 ，S 然后也是转成一个大端，然后同样为了怎么说完备性嘛，就演判断它是不是大于 0x80， 是的话就要添加00。同样的这是 S 的字节流，这是 S 的长度，然后这是 S 的那个标记，就整数标记 0x02， 把这个同时连起来，就你后边那两段 R 那一段完事了 ，S 那段也完事了。然后前面不要忘了还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后面这一大段数据的长度 serialized 的这段长度，对吧？这是这儿的。然后还有一个 DER 格式的开头标记叫 0x30，对吧？就这样一整段，就是我们序列把这个 DER 格式，就把 R 和 S 怎么样序列化成这个 DER 格式。好，然后怎么样通过一个 DER 格式的签名反推出它的 R 和 S， 其实就是整个上面过程的反过来的一个逆过程，对吧？你知道了 DER 格式的详细的结构，你怎么样把这个 DER 里面的 R 和 S 给它取出来？啊，这个我们不再细说了，因为你是从序列化反推嘛，所以你会有一些验证啊，然后如果异常的话，其实就表明它不是一个合法的 DER 格式的签名，这些合法性校验你自己去做。好，然后这一个怎么样通过 private key 去算这个WIF 格式，这个不在我们课的范围内，我们不说了。好，继续。我们讲了基础方法，然后现在讲一讲这个
交易的结构的抽象，对吧？我们说这个交易有输入有输出，对不对？然后输入有什么呢？有这个输入，你想一想输入的结构哈，我们回到这个表里边，你想一想输入的结构，输入有一个它是之前哪个交易的输出的第几个输出，对吧？它是之前哪个交易的第几个输出，然后它的解锁脚本是多长，它的解锁脚本是什么，然后它的 sequence 是多少，对吧？好，我们看这个代码，这是这儿 text ID， 这是之前的哪一个输入，哪一个输出的，就是这是之前哪一个输出的 text ID， 然后这个是第几个 index 是吧？这两个来控制说这笔输入是之前哪一笔交易的第几个输出，然后这是一个输出嘛，所以它会我们在计算交易摘要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输出，就之前的这笔输出，它的锁定脚本是什么？你的交易的，你注意哈，注意这个表达哈，这是一个交易的输入，对吧？这个交易的输入是之前某一个交易的输出，那它之前是交易输出，那它之前的这个锁定脚本是什么？锁定脚本的长度是什么？同时，这一次来说，它是交易的输入，那它的锁定脚本是什么？锁定脚本的长度是什么？这是最后的一个 n sequence， 对吧？然后这个它的这个怎么说？它的那个面值就是它是之前交易的输出，这个输出它是有一个金额面值的嘛？它的值是多少？我们用这个葱来表示啊，它是多少？啊，这就是一个我们为了方便，我们多定义了一些你注意哈，我们跟这个序列化后的交易的输入，我们的内容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为了方便计算，不只有这几项，我们还多了其他几项，这是为了方便计算的，这是一个数据结构。好，同样的交易输出是什么？因为我们只考虑这个 P2PK hash 这个交易，我们只会拿这个付款的公钥哈希的交易来做演示，所以我们这个交易输出的结构很简单啊，就是一个是 address， 就是我是输出到哪个地址的，我可以通过 address 来反推出它的锁定脚本，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付到这个地址是付了多少钱，就是我付了多少葱，就用一个整数的就可以表示用多少葱就完了。好，接着我们怎么来序列化这个，这也是一块说了吧，就是我们怎么序列化这个交易的输出，对吧？我们进来的是，就是我交易可以有很多 output， 对吧？这是一个列表，我们怎么序列化它？这进来的是一个列表，我们序列化这个东西就是进来的都是这样格式的，一个地址一个地址一个金额，一个地址一个金额，我们要把它 format 成这种格式，就是它是多长，然后它的锁定脚本是什么，它是多长，它的锁定脚本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格式化成这种格式，那就很简单了，因为我们前面的很多方法都已经实现了啊，便利这个进来的列表，对吧？直接把它的那个 Satoshi 把它的葱取出来，然后把它转成整数啊，把它转成 bytes， 这是8个字节的，注意看，这是小端。因为我说了，就是在锁定脚本和解锁脚本里之外，在锁定脚本和解锁脚本之外都是小端。首先把这个金额转成小端8个字节哈，然后叫 building locking script， 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自己实现的一个方法，待会儿看一下。然后往这看，这不是你进来的不是地址吗？我通过地址可以反推出它的 public key hash， 对吧？我们说了，地址是公钥哈希的可逆编码。我们这样转出来之后，整个这个方法这儿框出来的这一圈就是得到了它的公钥哈希。然后我们根据公钥哈希可以构造它的锁定脚本，对吧？这是开头说的，根据公钥哈希构造它的锁定脚本。然后这不是锁定脚本不就有了吗？然后怎么说？这是这个锁定脚本里边是包括这个，你看一下啊，这个锁定脚本里边，这是锁定脚本的内容，对吧？它是包括这个长度的，它是你看啊，这是锁定脚本，这是求锁定脚本的长度，然后把它转成那个 var int， 对吧？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那你怎么把这个注意看这儿吧？就是你的锁定脚本在这儿，对吧？这是锁定脚本，这是锁定脚本的长度，然后你这前面不是这个8个字节的面值嘛，对吧？也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一步 Satoshi 怎么把它的 Satoshi 转成这个8字节的这个小端的bytes。好，这样一个循环出来，就是你比如说我有5个 output 的话，这样出来的话就是一段的，一共有5段，每一段都是这样的格式，对吧？上来是金额，然后是锁定脚本，金额锁定脚本是这样。好。这是我们讲的一些基础的方法啊，待会儿是为了我们实验做准备的。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讲义，演示完了，然后我们要详细的讲一下这个交易摘要是什么东西啊。如果你还记得前面的课程的话，我们讲了，
ECDIC 签名，或者说我们做数字签名的时候，不会对这个东西的原文或者说对这个东西的原像去做直接签名，我们一般都是会对这个消息做一次摘要计算，或者说我们对这个东西做一次哈希运算，我们得到了这个消息的摘要，我们都是对这个摘要进行签名。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课程多次提到了这样，好，这是一个知识点。那你有了这个知识点的概念，你要想我们现在是对比特币交易签名，对吧？那我首先交易本身我要知道，我们首先要计算出这个交易的交易摘要，对吧？然后用 ECDIC 我们已经实现过的 ECDIC 的签名算法对这个交易摘要进行签名，对吧？不是，我们一般不会对这个交易本身直接签名，也就是之前课程强调的，这是我们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就是要计算消息的摘要。那消息的摘要怎么计算呢？好，我们详细讲一下。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这个讲的这个 P2PK hash 的交易的结构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锁定脚本里边，对吧？和这个解锁脚本里面都没有这个消息内容是什么。我们说了，验签需要3个东西，用公钥和消息来验证签名，对吧？签名你是有的，放在了这个解锁脚本里面。公钥你是有的，也放在了这个解锁脚本里面。那你这个消息是什么呢？你在这个解锁脚本和这个锁定脚本里都没有消息，这个你是对什么东西进行签名的？这个消息的内容在哪里，对吧？没有。好，然后我们就说，消息的这个消息的内容是由一个字段来标记的啊，这个字段叫 SIG hash flag，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字节这样一个字段，我们用这个高亮把它表示出来了。你在这不是解锁脚本吗？这个解锁脚本里边，你看啊，上面是一个最开头是一个长度，这个长度呢是后面这段 DER 格式的数据的长度，然后是一个一字节的SIG hash flag， 然后是一个33字节的然后是一个长度，表明后面的公钥是多长，对吧？公钥我们说压缩格式的公钥33字节，这个值就是33。然后你看这多了一个这个叫 SIG hash flag 这么一个字段，这个 SIG hash flag 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说比特币交易的签名，那你签的消息是什么？你签的消息是这个交易，我们说就是你是对交易本身这个消息进行签名。那你在发送这个交易的时候，别人在验证这个交易的时候，因为交易你接收方和验证方都会是有这个交易的，所以你没有必要把这个交易这个消息放到这个解锁脚本里，因为你都有交易了，对吧？你不用冗余的把它放到这个解锁脚本里边，你只要标记出来说我这个交易的摘要是怎么计算的就可以了。那这个标记是谁来做呢？就是这个 SIG hash flag 来做。我们说比特币交易中的签名是对交易本身这个消息进行的签名，对吧？然后我们再具体一点，是通过 SIG hash flag 标记区分的交易中特定数据的子集，它并不是把整个交易序列化了，然后对这个数据做一次哈希，然后签名，对吧？它并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是通过 SIG hash 来标记的。SIG hash 有很多种标记，它有很多种这个交易摘要的计算方法。好，我们看 SIG hash flag 它有几种标记，一个叫 all， 一个叫 none， 一个叫 single。然后同时这3种标记还可以都辅助一个叫 anyone can pay 这个标记，所以我们有6种交易哈希的计算不同的模式，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有6种不同的模式。如果你对 SIG hash flag 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具体的不同的签名方法，我们这里演示只是为了简单，所以我们就直接用对这个 SIG hash all 做这个演示哈。这个 SIG hash all 是最简单的，就是对所有的交易输入和输出都签名。你看到这个图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一笔交易，这有几个输入，就有几个输出，对吧？如果你签名了就会变颜色。SIG hash all 呢，就是对所有的交易输出都签名啊，其他的情况我们不说了，我们都会用这个 all 这个方式来做演示。好，那你交易的这个交易摘要到底怎么计算呢？它有一个详细的解释方法，我们这个提案叫 BIP143。它会有这么多种，就是把交易的这个部分拿出来做一次运算，然后把这个交易的这部分拿出来做一个运算，然后一共有10步，我们可以说它一共有10个部分，其中的这个2、3、8这3个部分呢，在不同的 SIG hash flag 的条件下，它们的计算方法是不同的。我们在代码中呢会只计算 SIG hash all， 所以我把它标出来了。你要注意这几个部分它是不同的，其他部分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你可以通过看详细的 BIP143 的提案的详细的这个文档来实现它具体的不同的 SIG hash all 下的不同的交易摘要的计算方法。我们这里不会详细的说。好，下面是演示环节。好，现在我们来做2个实验啊，这是演示的最终的这个演示部分哈，最终这个实战部分讲了那么多基础方法。然后这2个实验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用别的钱包软件去发一笔交易，然后我们再
用自己的代码去验证这个别的钱包发出来的这个交易里边的这个序列化后的这个签名能不能验签成功，对吧？我们检验一下自己的代码。然后第二个实验呢，我们就是用自己写的代码，然后来发一笔交易，然后签名，然后看能不能来构造一笔交易，然后签名，然后把这个交易广播出去，看这个比特币网络能不能接受。如果它能接受，说明我们这个代码写的没什么问题，对吧？是正确的。好，我们来彻底的详细的讲一遍。然后这个私钥是我们在第一节课里边最后的部分用的那个私钥，对吧？我已经给它导入到钱包里了啊，这是私钥的部分。然后公钥是什么？公钥是私钥和椭圆曲线生成点的数乘运算，对吧？就是直接调用这个方法就得到的是公钥，这个出来的是一个点啊。然后 inputs 我们事先准备一下，事先准备了3个UTXO， 每个是1万聪、2万聪和3万聪，对吧？然后我们把它填一下，这个1万聪的交易是这个98开头的，对吧？9821，然后它是第0个输出，那就是第0个输出，然后这是1万聪的，好，然后这个2万聪的是 A3A 开头的，这个对吧 ？A3A 开头的，好 ，A3A 开头的，然后它是2万聪，这是3万聪，好，它012对吧？看一下012对吧？第0个是1万聪，9821开头的。9821开头的，然后 A3A 开头的是12，是12，然后是2万3万聪。好，然后这个 locking script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这一笔交易的输入，在它作为交易输出时候的锁定脚本的内容。那我们怎么看呢？比如说我们拿这个举例，这个是固定的，对吧？因为你的地址是固定的嘛。好，我们来看这是什么？看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交易哈，好，看这个交易。上这个区块链浏览器看一眼，这个交易，那这个地址对吧 ？bx9 这个地址，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锁定脚本是什么，不就是这个吗？对吧？不就是这个东西吗？第0个输出哈，这个东西，它的锁定脚本不就是这个吗？然后看一下它的16进制，这是 vout 对吧 ？value 是1万聪，然后这是它的锁定脚本，然后这是16进制对吧？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数值啊。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数值，然后其他，因为我用的是同一个地址嘛，所以它的锁定，它那个付款到公钥哈希的话，它的锁定脚本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我们不说了，你可以自己去验证一下。第一步啊，有了这个准备哈，第一步我们用别的钱包发一个交易，然后用我们的代码来验证它。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随便找一个我之前发过的哈，比如说我们发到这个地址，好，我们把这个1万聪的这个交易给它发出去哈。我直接把这个地址发到，把这个 UTXO 发到这个地址。好，交易成功了。等一下看一下 Tax ID 哈，9821这个对吧？1万聪，然后这个交易是这个，我们复制一下，看一下。好，能从这个浏览器里看到了对吧？把这1万聪给划掉了。好，我们从代码里做一些相应的改动。我们花的是第一个 UTXO 对吧？9821这个 UTXO 是1万聪的，然后它是这个交易的第0个输出。好，然后这个 inputs 这是取的第一个，这个大数组的第一个。然后 outputs 呢是往这个地址不对，然后我们是往这个地址，对吧？输出了12349904904，好。然后这一步是计算，有了 inputs， 有了 outputs， 就可以计算它的交易的摘要了嘛，对吧？然后我这只有一个 input， 对吧？我这个 inputs 里面只有这一条 UTXO 嘛，所以我这个出来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列表里面，我直接取代第一个就行了。然后这是交易的摘要，对吧？然后我们要序列化，就是我这不是验证别人发出来的交易的签名吗？那我要先取到这个交易的签名，是不是？看一下啊，交易的签名是什么？这是这笔交易，对吧？同样的。这是那个解锁脚本这一大段，这个3044是什么？这一大段不就是签名吗？然后这一个就是一个自己的 SIG hash flag， 这后面就是公钥，对吧？好，我们来看原始的数据是什么样的。这是解码后的，这原始的数据，注意看47，这个47是什么？是整个解锁脚本啊，不是这个47是DER 格式的签名，DER 格式的签名的长度。好，一直到47是我想想啊，47是64加7，64加7，71个字节，对吧？71个字节，
这个30开头，一直到看到这儿到 AA04，到这个 AA04。好，注意看这个41是一个字节对吧？41是一个字节，这个41是这个 SIG hash flag 啊是一字节，我们说了。注意再看21是多少？21，看一下21，哎，这个21是33对吧？33字节，那33是什么？是以压缩格式的公钥对吧？所以这个后面这个02开头的这一大串是公钥。好，我框起来了。02是什么意思？02是说后面这个 x， 这个后面02后面这一大串是 x 坐标对吧？它的 y 坐标是一个偶数。好，这就是那我们要的是序列化后的签名对不对？那就是这一串。30是什么？30是 DER 格式的开头的标记嘛，对吧？好，复制一下，我们放到这个里边来，我们把这个替换掉，然后这是序列化后的签名，把它转成16进制，这就是序列化后的签名，对吧？然后我们用我们实现好的方法去反序列化它，就得到了 R 和 S，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公钥扔进去，把这个交易摘要扔进去，把这个叫什么签名扔进去来验证一下。然后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用这个Electrum SV 发出来的这个 lock time， 它是带 lock time 的这个交易。我们从这里看吧，从这里看，它是这儿，这儿它是带一个 lock time 的，是这个值对吧？我们看一下代码里最上面定义的 lock time 它是0啊，是0，所以我们在这儿要把它换一下。我想想怎么换啊。哦，对，我可以直接这么写，就说log time 省点事儿吧，等于这个，把这个 log time 这样写不就完了吗？好，这是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钱包软件它发出来的交易是带 log time 的，这个地方因为代码里为了简单 log time 都是0哈，这个你要注意一下。我们回到这个地方，好，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把这下面这个注释掉，我们验证一下，这上面这个过程其实就完了，对吧？我们验证其他的，用我们的代码验证别的交易里边的签名，我们看一下结果，true，对吧？就是我们用自己写的代码来验证别的钱包里的交易的签名是不是正确。我们是怎么验证的呢？用别的钱包先把一笔交易发出去，用了这个 UTXO， 对吧？我们自己从这个 UTXO 交易的确定这个交易的输入、交易的输出，好，然后我们自己计算这个交易的摘要。我们这个签名是怎么来的？签名是从别的钱包发出这个交易序列化后的这个交易里边，我们把这个签名这一部分拿出来，然后反序列化，就相当于从 DER 格式反序列化成这个签名 R 和 S 的格式，然后我们用第2节课的内容来验签，对吧？这个结果是 true， 好，说明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些方法的实现都是正常的，都是对的。好，这个过程我们就完事儿了，对吧？这是第一个实验，我们验证别的钱包签出来签名，我们把它注释一下，然后把这上面给它恢复回去。我们为了简单把它恢复回去。好，然后我们就是第2个大实验的部分，怎么样用我们自己的代码来构造一个交易，然后对这个交易进行签名，然后再把它发出去。好，同样的，这个 UTXO 不用改了 ，UTXO 我们用这个2和3、2万和3万的，对吧？好，首先这个 serialized pipe key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做这个 P2P hash 的交易的解锁脚本的时候，你除了需要签名，你还需要一个这个东西嘛？你还需要一个后面这个部分的嘛？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序列化后的公钥，对吧？序列化后的公钥，你怎么把公钥转成这个序列化后的公钥？我们之前有技术方法来实现，这儿先需要把它求出来。好 ，inputs 我们用1和2，就是这个大数组里边的这个 input， 这个 UTXO 和这个 UTXO， 对吧？两个注意你是两个输入。好，我们还是输出到这个地址上，复制一下，我们还输出这2个加一块是5万，对吧？5万葱，我们比如说搞一个500葱就够了吧？那就是49500。好，这样的话，往这个地址输出49500葱，那就是有500葱的交易手续费，对吧？然后5万葱的输入。好，算了，搞大点吧，比如说49000吧，有1000葱的手续费，好吧，搞大一点。无所谓，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输入输出不都有了吗？把这个输入输出扔到这个求交易摘要的这个方法里啊，直接求出交易摘要。你注意，这个交易摘要出来的时候是2条，对吧？因为我是2个 input 嘛，我有2个交易的摘要，然后我是要对这2个交易摘要都要签名的，对不对？因为我是 SIG hash all。好，我们看一下这是在做什么。
对这个交易摘要便利哈。第一步，取出第二一个交易摘要来，然后签名。这签名怎么签呢？我私钥有了，对吧？对这个交易摘要进行签名。这个方法是在第2节课里实现的。求出来这个 sig 是一个 r 一个 s， 对吧？然后我要把这个 r 和 s 转成 dir 格式的 serialized 转成 dir 格式的，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这就是 dir 格式30开头的嘛。求出来了这个序列化后的这个 dir 格式的签名之后，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些就是因为我们是最后序列化这个交易的时候，这儿哈，序列化交易的时候是直接对这个 TextIn 里边取这个 TextIn 的这个什么解锁脚本的长度什么的，所以我们需要设置一些值，对不对？需要把这些已经求出来的值设置进去，设置这个输入的解锁脚本是什么？第二个输入的设置这个解锁脚本的第二个输入的解锁脚本的长度哈，两个打印我们可以忽略一下，然后这个解锁脚本的长度直接就取这个解锁脚本就完了，然后求它的长度就可以。那我们就看这个地方，这一大段是什么？好，这是dir 格式的签名，对吧？你在这一步里求出来的。好，然后后边是一个 sig hash， 这个 sig hash 是什么？是一个字节的一个标记，对吧？好，然后是公钥的长度，序列化后的公钥的长度，这是什么？这是多少？33字节，对吧？然后后面跟的是序列化后的公钥，这个东西从哪来的？是你在这儿求出来的，对吧？好，然后这不是签名吗？然后这是什么？这是签名的长度。为什么加1？这个加1是这个 sig hash all 啊，注意这是 sig hash all。在这儿我们回到图里看一眼啊，这儿这个东西是序列化的签名，对不对？这是 sig hash， 对不对？这个长度是这个的长度加1嘛，对吧？它是1字节，然后是公钥的长度，然后是公钥。整个这一大串是什么？是解锁脚本。然后这个长度是什么？是整个这个的长度，对不对？那就是这一大段这一大段是解锁脚本，框住的这一大段是解锁脚本，长度是对这个 locking script 的求长度，就是解锁脚本的长度。好，我们把这个对应的值给它设置好，方便最后的时候用。我是注意看啊，我是2个交易的输入，对吧？所以我这样会做2次签名操作。签完之后，我2个交易输入都相当于签完名了，然后直接把这个签完名后的这个交易的输入，因为我在这儿都设置了值，对吧？都把这个更新了这个解锁脚本的内容，然后对这个所有的交易的输入输出，我把它这个交易给它序列化了，对吧？这上面这儿实现的方法，这个实现的方法，序列化完之后就是什么叫序列化后的原始交易的格式，我们把它打出来，同时我们求一下 text ID， 这个怎么通过原始交易求 text ID， 就是做2遍#256操作。然后你注意一下，它是要就是什么小端嘛，就是要倒一遍，按字节逆序一遍，所以这儿有一个翻转的过程啊。然后我们同样把这个 text ID 打出来。好，我们来试一下，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使哈。来，我们直接该改的东西都改完了，对吧？我们直接跑一下，看一下该注释的代码也都注释了。好，我们直接跑一下 ，run 一下。好，看看打印的东西都是什么。第一步打印的是解锁脚本的内容，对吧？就这一大串什么4730，你注意看4730，对吧？还有4830，你每次看到这2个东西的时候，30是 dir 格式的长度嘛，对吧？47是后面一大串是 dir 和这个 der 和这个 sig hash flag 的长度。你看到4730或者4830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这肯定跟 dir 可能跟 dir 有格式有关。好，我们打了一个，我固定一下。好，打的是这个签名后的对，打的是签名后的这个解锁脚本的内容。好，就是这一大串，然后打了一个解锁脚本的长度，就是 6a。因为我是2个交易的输入，所以我打了2遍，对不对？这是4830的啊，这也是签名后的解锁脚本，就这一大串。好，然后这是 6b， 它比它多一个嘛，这不是48嘛？你通过这儿你就能看出来，30是 dir 格式的标记，44是后面那一大串数据的长度，这个45是比它多一个。为什么多一个？是因为 r 它的最高字节如果大于一个数的时候，它就要添一个00，对吧？注意看啊，这个是44，这是45，然后这是02，这02是什么？02表示的是一个整数标记，然后20是什么？20是后面 r 的长度，那这儿是3045是后边的长度，02是整数标记，这是21，对吧？比上面多一个字节，这一个字节从哪多出来的？这儿。如果后面的 r 的数据不小于 0x80 的话，那需要在开头添加 0x00， 对吧？这是 dir 格式的要求啊，就这么一点区别。好，打出来之后，我们接着打出了这个原始交易这个 row， 对吧？就是这一大串。好，我们待会儿把这个东西扔到这个 Watson chain 里，看能不能广播出去。然后它的交易 ID
那个 text ID 是这个东西。好，试一下，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用这个浏览器工具广播交易，对吧？把这个复制一下，我们可以先预览一下哈。哎，预览是正常的，我们花的是这个有2个交易输入，对不对？有一个交易输出，我们用的是49000聪，对吧？输出49000聪，然后这是2个交易的输入啊，看起来很正常，对吧？我们试一下广播，哎，成功了，成功了！你看它算出来这个 text ID 什么2D8A733B，跟你算出来是一样吗？2D8A733B，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中间打了一些过程啊。看一下啊，这是第一个，你这个是浏览器给你解码的哈，你的这个第一个交易输入的签名对吧？3044什么什么，然后这是第2个交易签名的那个第二个交易输入的那个签名的解锁脚本吧的一部分的解锁脚本里的那个签名部分，跟你这儿是不是一样的？跟你这一段是不是一样的？对吧？跟我们打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好，然后有了这样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成功的通过自己写代码来构造了一个从 UTXO 开始构造一个未签名的交易，然后计算这个交易的交易摘要，然后对这个交易进行签名，对吧？然后最后我们成功的把这个交易通过浏览器给它广播了出去，同时我们计算的结果都是一致的啊，最后包括这个交易的 ID 都是一致的啊，说明我们这个怎么说，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和这个代码的完成都是正确的。好，你能看到这是我们刚才在浏览器里广播了，对吧？然后我们这个钱包里这个没有 UTXO 了啊，没有 UTXO 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钱包也看到了这笔交易，对吧？2D8A733B 把这2个 UTXO 发到了这个地址49000聪啊，钱包也检测到了这笔交易，对吧？这就是我们这个实验的第2个部分。好，演示完毕，我们回到这个讲义上来。然后这堂课的内容也就差不多了，我们做一个最终的总结。首先，我们这堂课讲了这个 DR 格式是什么，然后是怎么从这个R 和 S， 然后计算这个 DR 格式，对吧？其中会有2个这个 BIP 提案，一个叫62，一个是66，这个你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们为了实现最终的这个交易签名的这个功能，我们事先实现了一些基础的这个脚手架的代码，对吧？然后有些基础的功能方法，然后同时也对交易的结构输入输出结构做了一些抽象，同时还实现了一些他们的序列化、反序列化的这些方法，都在代码里边，你可以去看。好，然后我们很大的一个部分讲的是交易摘要是怎么计算的，就是怎么计算交易的摘要，然后这个交易摘要是什么？是 BIP143来定义的，对吧？它怎么计算的？是有一个标记，就是不同的标记它会有不同的计算方法，然后这个标记叫 SIG hash flag， 我们用的是最简单的一个标记，也是这个比特币交易系统，这个比特币网络中这个绝大多数的交易都是用到的这样一个 SIG hash all 这样一个标记都使用这样一个标记，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标记来做的演示。然后我们最后的大实验验证了一个别人的已经用别的钱包软件发出去的签名，对吧？发出去的交易，我们验证了这个交易里的这个签名是不是正确。同时呢，我们第2个实验还用自己写的代码构造一个未签名的交易，然后计算这个交易的摘要，然后对这个摘要进行签名，然后同时把这个交易序列化，然后我们用这个广播工具把这个交易发出去了，同时也是正确的。我们通过这2个大的实验来理解这整堂课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交易我们是怎么用私钥来对这个比特币交易进行签名的，就是并且把这个交易给发出去的，这个过程中都涉及到哪些方方面面，也就是我们这堂课主要讲的内容。以上是本次线上研讨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进行问答环节。刚刚在评论区和其他渠道收集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最后的实验发送交易的时候为什么要签名2次啊？这个应该从2个方面来考虑哈。首先，这个我们演示用的这个 SIG hash flag 是叫 SIG hash all。这个 SIG hash all 的意思就是说，我会对交易的每一个输入都签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2个方面是你应该这么想，就是我的交易的输入是2个嘛，所以我在花这笔交易的时候，我需要对每一个输入的 UTXO 都进行签名。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一笔交易，
但是因为你对每一个交易输入它都要签名，因为你的那个 Secret Hash Out 的 flag 啊，然后所以我们需要计算2次交易摘要。你可以看到交易摘要 BIP143里边哈，它虽然有10个部分，但是它其中有一些部分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计算这2个交易输入的交易摘要的时候，它也会有些许的不同。然后你要用你的私钥啊，对这2个不同的交易摘要进行签名，并且把它们都放到序列化之后，把它们都放到对应的交易输入的解锁脚本里边。这样的话，你然后对整个交易进行序列化呀，然后再把它广播出去，这样才可以啊。这也就是我们最后那个大实验为什么用2个交易输入来演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嘛，就是因为签名的这个过程是需要注意的啊。一个是 Secret Hash Out 这个 flag，第二个是你的 UTXO 每一个 UTXO 都要签名。好，本次线上研讨会到此正式结束，下节课将于下周3晚上8点如期举行。对比特币技术和开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 CSDN 上的 Bitcoin SV 开发者专区 bsv.csdn.net。谢谢，下周再见。